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哎，请你想象一下一家面包店的厨房疯狂出炉新面包，香气四溢，但是走到店面一看根本没有客人。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为您解读的现象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摩根大通撰写的报告。这份报告其实点出了一个很大的幻象，也就是中国第一季 GDP 成长5%背后的真实情况。对，因为5%表面上看起来其实很强劲嘛。没错，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比喻，厨房很热闹。第一季的工业生产成长了5.7%，然后民间的财新 PMI 甚至冲到了52.2，这可是5年来的新高。哇，52.2，可是前台却很冷清啊。报告里有提到，出口成长其实从先前的39.6%，可以说是断崖式暴跌，直接掉到2.5%。这代表产能全开，可是买气完全没跟上。真的，而且更糟的是，现在连烤面包的那个面粉都变贵了。各位听众，如果正在看这份报告，请看报告的第2页，生产者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PPI， 在历经长达41个月的萎缩之后，终于转正，微增了0.5%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听起来像是好事。微增0.5%，是不是代表买气终于回温了？其实不是哦，这份报告特别指出，这完全是典型的输入型通膨。主要是因为中东局势紧张，推升了能源价格，像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价格就暴涨了15.8%。暴涨15.8%，那制造商不就只能自己吞下这些高昂的外部成本了吗？根本无法转嫁给消费者啊，利润空间一定被严重侵蚀。没错，所以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消费者连这一点点的物价微调都不愿意买单呢？答案其实就藏在他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里面。也就是大家的核心资产出了状况，对吧？就是这样，当民众最重要的财富水池，也就是房地产，开始大漏水的时候，消费意愿自然就会结冰。报告里面特别提到，中古物的价格对比2021年的巅峰期，直接蒸发了超过2成。哇，超过2成，这种规模的资产缩水，一定会引发非常严重的负面财富效应吧？可是我记得像是深圳啊、广州，不是早就祭出大招放宽限购令了吗？甚至还有购物补贴，难道这些政策完全没有刺激效果？因为这已经不是买不买得起的数学题了，这是一场敢不敢买的心理战。这份报告分析说，信心一旦崩溃，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民众现在的心态就是，面对资产缩水，还有未来收入的那种不确定性，宁可把钱存起来保命。难怪大家都不花钱了。对，您如果看这份报告特别指出的数字，家庭储蓄率已经攀升到了32.6%的高位，这也直接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受阻。难怪报告有特别点出啊，广义货币 M2 和狭义货币 M1 的缺口是不断在扩大的，而且贷款余额增速也跌到5.7%的历史新低。这表示啊，就算银行开着大门，也没人想借钱投资或消费啊。是的，所以就算这份报告预期第3季可能会有降息的动作，但是单靠货币政策恐怕还是很难撑起大局。当内部的政策像是打在棉花上一样使不上力的时候，外部的地缘政策就成了决定下半年走势的关键了。对，如果内部需求没办法消化这么多产能，出口又面临关税啊，还有技术限制的巨大不确定性，这对经济真的是双重挤压。没错，所以报告在后面的章节特别聚焦了5月中旬的川习会，还有整个中东局势的发展。另外也提到3月份的外汇存底大减至3.3421亿美元，这正好反映了进口能源成本上升跟出口回落挤压出来的结果嘛。所以中国政府目前的应对策略，显然就是在加速战略物资的储备，准备迎接长期的地缘对抗喽。没错，面对供应端过热，然后需求端冰冷的这种极端失衡，中国正试图透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来寻找突破口。但是在房市下行与外部打压的双重夹击之下，这条路可以说是充满了挑战。真的，所以中国经济目前可以说正走在供应热、需求冷的钢索上。这也留给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在系统性风险的压力下，单靠制造业的硬核升级，真的能为市场突围吗？
这绝对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。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警语：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